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我重生了，又回到了我沦为国公府笑柄的洞房花烛夜。和上一世一样，我夫君的小青梅心悸昏倒。哪怕这次我故意撂下狠话，他依然选择了沈若兰。我勾唇冷笑：“来人，给我准备洗漱，我乏了。”屋内众人大惊失色，一个个低着头，皆不敢动。我脱下凤冠，声音漠然：“世子今晚不会来了。”更衣，心中想的却是这次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枯坐在床榻上等他一宿了。一夜无梦，醒来后，我命红英拿来笔墨纸砚，反正上一世已写过，再写一次也无妨。落下最后一笔时，正听见屋外传来桂安的声音：“参见世子爷。”呵，来得正好。我拿起纸张吹干墨汁，魏燕恰好抬脚进屋，她面上带着愧疚与不安，见我神情无悲无喜，她反倒愣住。夫人，昨夜若兰心急发作，病情凶险，要不是请了名医，恐过不了。世子，这份和离书你过目下。我打断他的话语，让红英把和离书递给他。魏燕不过匆匆扫一眼，直接震怒，把纸张撕个粉碎。他两眼瞪圆，难以置信问道：“你这是何意？”我面无表情看他，我俩本就没什么感情，和离不好吗？魏燕早在和我成亲前就把小青梅养在外面，而我是成亲前几日才知道她的存在。魏燕那时喝醉大闹，非要她爹娘把沈若兰也纳了才肯成亲。我父兄气不过上门讨说法，可婚期将至，国公府再三保证沈若兰不过是以妾室的身份入府，而且在我生下嫡子前，绝不会让她有孕。家人再气不过，也得征询我的意见。我那时年少气盛，想着以我的家世容貌，肯定不会比不过魏燕那小青梅。何况我这人不撞南墙不回头，魏燕在京中又是炙手可热的世家子弟。我赌着气，想着能拿下她，便嫁了。谁知千算万算，我终究算漏了一步，我先动心了。这让我开始变得容易善妒、无礼。我是将门出身，不如沈若兰温柔小意，懂得拿捏男人的心思。上一世魏燕新婚夜也是留我独守空房，我那时除了被下脸，还未曾后悔。只是这次，我真的后悔，为何不让我在成亲前一夜重生？这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摆脱我上辈子的梦魇。世子，我意欲成全你和沈若兰，你该多谢我才对。我对他露出刻薄的笑，眼底泛着清冷的寒意。你可是怪我洞房夜没给你体面？他皱眉不赞同我的提议，语气还带着责备。那表情似乎在怪我这个正妻不识大体，非要和一个妾争宠。他见我默不作声，又不耐烦道：“我都说了，若兰命在旦夕，你……”他尚未说完，就见我扶额大笑。我笑前世的自己真是傻，现在才看清楚，魏燕从头到尾都在敷衍我，不过是之前猪油蒙了心，自己骗自己罢了。江提，你笑什么？他不解我为何笑得如此失态。我慢慢止住笑，双眼沉沉看着他。魏燕，昨夜我就说了，踏出那道门槛，我俩就此缘断。再次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心口不再泛起一丝波澜。我不答应，你可知昨晚我做了个梦？意识到屋里还有其他人，他摆摆手，让人在屋外候着。我接着他的话似笑非笑道：“真巧，我也做了个梦。”
梦见我被你一把火烧死。他被我的话吓得脚步踉跄，一脸不敢置信，面容铁青，嘴里叨念着：“这不可能，不可能！明明在我的梦里，我们爱意缱绻。”我踱步上前，嗓音淡漠疏离：“魏燕，放了我，要不有本事再杀我一次。”他被我看得连连后退，最后仓皇而逃。这是做贼心虚吗？上一世我确实是被人放火烧死的，是不是他尚未确定？当时我与他已两看相厌，沈若兰甚至不惜利用自己腹中胎儿嫁祸于我。哪怕我在魏燕面前自证清白，他也压根不理会。那一刻，我彻底心死，知道他从未在意过我。哪怕所有证据都能证明我并未害沈若兰，他也并不相信。之后我大病一场，命若游丝。一天夜间，我院里走水，隐约听到放火的人提起了他，还提了句：“今晚前院摆了宴席，给他的小青梅抬了平妻。”魏燕走后，我来到了魏国公的院子。院子这时气氛安静的诡异。本来今早是魏燕和我一起来敬茶的，可是刚才魏燕被我吓得不知所终，这下自然只能我一人前来。魏国公夫妇见到我也是神情尴尬，魏母当着我面数落了自家儿子一顿，转头又希望我大度原谅魏燕。魏国公则直说要给我做主。我抬眸，见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异常冷静道：“国公爷，我想和魏燕和离。”夫妻俩对看一眼后，满脸震惊看我。我不是赌气，只是看魏燕和沈若兰两情相悦，而我和她未有夫妻之实，所以干脆好聚好散。胡闹！国公爷气得拍桌，魏母也蹙眉搭腔：“提儿，成亲岂是儿戏？别说胡话，我意已决，请二老成全。”我不再多言，起身离开。上一世他们不止冷眼旁观，还借机给魏燕多抬了几房妾。这是我不打算再与他们虚与委蛇。我命陪嫁的几个侍女快速收拾好东西，准备回江家。出门时恰好撞见沈若兰，只见她面色红润，一点也不像是病重之人。她一脸甜笑，朝我娇娇柔柔的行礼：“夫人。”再看到她这人，我还是觉得扭捏得紧。沈姨娘，魏燕说你昨夜差点一命呜呼，怎么还有心思出来吹风？我特意咬中沈姨娘3个字，毕竟她家道中落前，也是个嫡出的小姐。私下她一直觉得是我夺了她这正妻之位，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家世早已攀不上高门大户。她闻言脸色煞白，身形摇晃不稳。夫人，我，美人渲然欲泣，可我却想起我被火烧死的上一世。我趁她没注意，上前扬手甩了她2记耳光。她被打得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即使掩饰得很好，我仍然注意到了她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恨意。沈若兰，这只是开始。我挑眉，目含讥诮地睨了她一眼。如果说刚醒来时只是猜测，现下我可以确定是沈若兰放的火。魏燕她再怎么厌恶我，也不敢杀我，毕竟我有将军府做靠山。今早我对魏燕说那话，不过是激她放手罢了。如若不是时机不成熟，此刻我早已刺死沈若兰。前世我病重，身边的人被换了，也无力管束。沈若兰那时正得宠，她若故意制造意外烧死我，完全有可能。何况她怀了魏燕的骨血，哪怕魏燕知道真是她做的，也只会竭力保她。沈若兰捂着被打的脸颊，
咬着下唇，显得无比怯懦委屈。我觉得他这副嘴脸讨厌得很，懒得再看他一眼，冷哼一声后，带着人离府。魏国公派人在大门阻拦，也无济于事。我的侍女和我一样都会武，僵持之下，国公府的护卫怕伤到我，最后只能任由我们离去。我和侍女兵分两路，部分侍女将我写的书信带回去给母亲，说明我要和离的情况。我则和剩下的人骑马往城门口赶去。今日正是父亲和兄长们领兵出征的日子。这一场仗我失去了父亲和2位兄长。北夷擅长打游击战，时不时过来滋扰边关打一下，就这样导致整个战事被无限拉长，直至粮草殆尽。刚才趁侍女收拾东西时，我把前世研究出来的北夷战术和将要发生的战事都写了出来。父亲和几位兄长被我拦下时，皆是诧异。我简单的说了2句关于我和魏燕的事，他们几人皆愤怒不已。我赶紧转移话题，打开写好的羊皮卷，递到父亲手上。他们边看我边说，主要是时间紧迫，大军出征不可耽搁。父兄几人越看越心惊，却见我一脸坚定，不似扯谎。他们面色凝重，问了我几句具体事宜后，又担忧地嘱咐我几句，才策马离开。送别父兄，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城里，递了帖子求见瑞王宋询。在王府门前，我就有些局促不安，这样贸然求见，也不知他会不会见我。呵，什么风把新嫁娘吹到我这来了？身后传来熟悉的调侃声，我闭了闭眼，翻身下马行礼。只见宋询一双狐狸眼正漫不经心地打量我，对上他的视线，我霎时有些心虚。上一世他求娶我，我嫌弃他是纨绔，拒绝了，最后嫁了个还不如他的。前世亲人战死沙场，是他千里迢迢帮我去战场寻回父亲和2位兄长的尸首。王爷，小女有事相求。我俯身作揖，语气轻缓。哦，他的声音微微扬起，进来吧。我抬头感到惊讶，没想到宋询居然没为难我。见我望向他，宋询刚勾起的唇角又抿直了。他刚才是想笑，笑什么？进了正厅，我让侍女守在门外，倒是宋询让他的人远远地守着。我拧眉，照理他应该比我更避嫌才对，毕竟我是心腹。说吧，何事？他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让我这个一向大大咧咧的人脸都忍不住发烫。不管了，我甩甩头，整理好思绪，直接讲正事。王爷，我知道您主管户部，这次北夷犯境，恐不是小打小闹，到时粮草不足，您这边可能通融1、2。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宋询用手抹撒着茶盏，低声问。我噎住，心里自然知道他想要什么。现在魏家还未答应放人，只要魏家1日不答应和离，我便不能做有辱江家名声的事。他见我不作声，半晌悠悠道：江提，你知道的，我一直想要的都是你，哪怕你已是他人的心腹。我自是无法立即回应他。他见我沉默，也没再逼迫我，而是问我何时需要粮草补给。户部虽是他管，但是军饷粮草要奏请陛下，等陛下批复才可以进行调动。我回想起上一世粮草供给不上的时间段，和他提前说了大概的时间。聊完正事，我俩又陷入一片寂静。他把新沏的茶盛好放我面前，状似不经意道：江提，
你和魏燕要和离。我不由一愣，我离开魏国公府这事传得快倒不出奇，只是想和离这事倒没几个人知道。宋寻又是如何得知？见我面露疑惑，宋寻轻哼：“你刚才自称小女，哪家心腹会这么称呼自己？”我恍然，又觉得再待下去也是尴尬，索性起身告辞。站住！你把本王当什么了？只见宋寻突然来到我跟前，把我扯到一旁的柱子，我和他的脸之间的距离不到1寸。我僵直着身体，望着那双近在咫尺的狐狸眼。他身上淡淡的松木香萦绕在我的鼻尖，搅得我的心陡然漏跳了半拍。那双深邃的眸子含着某种压抑的情绪凝视着我，漆黑的眼底仿佛能将我吞噬。回过神来，我却慌了，转头看向门外，侍女正想冲进来。我不知为何朝他们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我深呼口气，平复下情绪，与宋寻对视，语气忽地放软：“宋寻，我知你待我的心意，只是你能再等等我吗？”他乌黑的眼眸霎时亮了，俯身视线锁定我，好似怕我骗他一样。当真？你放下魏燕了？我毫不犹豫地点头。都2世了，再撞同一棵树上，那不是傻子吗？只是我还需要时间，你愿意等我不？我其实说这句话时，脸上骚得很，毕竟太没脸没皮了。前世和今生，他都待我很好，只是我没好好的认识过他这个人。我愿意的，江提，我等你。只是这次别让我等太久了。他的嗓音低沉，带着蛊惑，飘入我耳中。我的心随着他的话语越跳越快，我生怕他察觉出来，赶忙把他推开，红着脸带着侍女离开。这时我恨极了耳力极好的自己，我刚踏出门槛，就听到宋寻那愉悦的低笑声传来。我休得加快脚步离开瑞王府。忽而想起刚才他为什么说这次别让他等太久。刚回到将军府，正想找我娘说一下关于和离的事，却见魏燕此时正在厅内端正坐着。我娘这时刚走进来，看到我俩同时在场，一时也懵了。因为我信中说了与魏燕和离的原因是沈若兰，我们都没想到魏燕竟敢此时登门。魏燕看到我娘，赶紧上前行礼。我娘面色微沉，冷然道：“老身受不起魏世子如此大礼。”果然，我娘还是站我这边的。魏燕神情难堪，转过头却双眼愠怒，质问我：“你刚才为何去瑞王府？你跟踪我？”我不答反问：“笑话，他管我去呢？你如今还是我魏燕的夫人。”他对我怒目而视，咬牙切齿道：“真可笑！上一世巴不得我赶紧让位给他的青梅，这是居然追到了将军府来。”我不屑一顾，淡淡道：“魏燕，你答不答应我都要和离的。何况之前你国公府言辞凿凿，说好我嫁进门前不会让沈若兰有孕。如今你们先做了背信弃义之人，凭什么要我吃下这个闷亏？”魏燕神情一滞，眼底闪过慌乱：“你如何得知？上一世沈若兰就是利用腹中胎儿诬陷我，给她下了滑胎药，岂有此理？你国公府莫不是欺我们江家无人了？”我娘横眉怒喝魏燕。魏燕连连向我娘赔罪辩解，但也没任何用处。我娘压根不听她解释，直接又阴阳怪气数落了她一顿。魏燕百口莫辩，我趁这时冲我娘使了个眼色。她虽然正在气头上，但还是知晓此时提正事要紧。魏燕，如若你不答应和离，
我就把这事捅到皇后娘娘面前。皇后和我娘是手帕交，幼时有些情谊。何况哪家高门大户都不可能在正妻过门前就让妾室有孕的。昨晚沈若兰哪里是心急发作，分明是早已知道自己有孕，特意在魏燕和我成亲这晚通过大夫的嘴说出来的。不但恶心了我，让我成为笑柄，也把魏燕留在她院里过夜。魏燕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以为她会答应和离，谁知她眸光一沉，语气坚定道：“岳母，我不答应和离。”我没想到她会再次拒绝和离。她如此在意沈若兰，我如今给他们让路，她应该欢喜才对，怎么还不乐意了？魏燕甩起衣摆，跪在我娘面前，请岳母放心，孩子就算生下来，也只会记在阿提的名下。何况，她视线落在我身上，神色复杂。何况我一心悦阿提，不会委屈了他的。我被气笑了，他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太不要脸了！为何要我替他养沈若兰的孩子，还说什么心悦于我？这是我们成亲前并不相熟，不过是我赌着一口气嫁到国公府罢了。难道他就做了个和前世有关的梦，就心悦我了？这未免也太儿戏和廉价。我娘一时有些犯难，她只得看向我：“你不答应，我亦不会回国公府。魏燕，我对你早已无任何感情。我不管他是因为那个虚无缥缈的梦对我产生了情愫，还是和我一样重活一世，想要缝合我和他之间的感情裂痕。这些对此时的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不在乎。”他瞳孔一缩，似没想到我如此决绝，伸出的手企图想拉着我挽回，却被我避开。我娘见我主意已定，直接让人送客。魏燕被请走时，双眼除了失望，还带着懊悔。我别过脸，想起前世被沈若兰污蔑我时，她那冷淡憎恶的神情，让我如坠冰窟，遍体生寒。她不需要开口，就那厌憎责怪的眼神，已把我对她所有的感情通通磨灭。后来父兄战死，母亲病重，接连的打击下，我也一病不起。想起被火焰彻底吞噬的那一刻，我在浓烟中剧烈的呛咳，昏迷中依稀听到前院宴席传来喧闹的丝竹声。所以魏燕怎么还敢做妻妾和睦的美梦？魏燕不愿和离，那正好让整个盛京城的人看看国公府的笑话。世人皆称魏世子君子端方，为人磊落，谁敢想他竟纳了已故同窗的未婚妻做妾？听说街头巷尾的百姓都在谈论这国公府的沈姨娘趁未婚夫尸骨未寒时，就和竹马魏世子勾搭在了一起，而我这个正妻就成了百姓口中那个可怜被骗婚的女子。尤其是洞房夜魏世子居然抛下我这个心腹去姨娘的房里留宿，我身为将军府嫡女，受不了这样的轻视辱没，一怒之下提出了和离。可国公府非要为难我，不愿和离。我品着宋洵给我沏好的碧螺春，听着他给我说的趣闻，确实很有趣呢。阿提，我做的这些你可满意？那双漂亮的眼眸正殷切地看我，少了平日里的轻佻，多了几分认真。我轻咳一声，佯装淡定开口：“做得很好。”其实我现在内心狂跳如鼓，我往后靠着椅背，生怕他窥探到我此刻慌乱的心声。宋洵见我往后仰，挑起眉毛，俯身靠近：“阿提，你是不是怕我？”“没有，别瞎说。”他越靠越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居然也让侍女们在门外候着。我臊得双眼乱瞄，根本不敢看他。他却步步紧逼，纤长的羽节轻颤几下，刚好落在我的脸上。温热的气息轻洒在我耳畔，我突然觉得脑袋有些眩晕嗡鸣，双颊越来越热。我惊得一把推开他，抬眸望向他时，只见他俊脸一如火烧云般炽烈通红。原来不止我一人窘迫无措，看来我之前当真没有仔细了解过他。宋洵乃是当今天子胞弟，皇室子嗣凋零。先皇仅有2子，今上比他大10来岁，所以待他较为宽厚包容。宋洵也乐得做个逍遥王爷，挥金如土，因此得了个纨绔的名声。只是这个在各家贵女眼中的纨绔子，怎会在面对我时脸红心跳？除非这是他故意制造的假象。约莫宋洵是为了让圣上安心，特意散播出这样的名声，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闲散之人。这样既让圣上安心，也不会让他们兄弟俩起嫌隙。我顿时有些鼻酸，忽然想起我前世拒绝他时说的话：我为何要嫁给你这样不学无术之人？其实他并非一无所长，他有武艺在身，要不怎敢去边关抢回我父兄的尸身？他亦通读4书5经，还拜了当世大儒为师，又怎会是个庸俗的草包？这些都是前世我死后才知道。他来到我的灵堂，看着只放了骨灰罐的棺椁，提起剑把魏燕和沈若兰当场活剐了。随后小心翼翼捧起我的骨灰罐，将我葬回了江家祖坟，还给我娘寻遍名医治好了她的病。宋洵却只能独自一人在我坟头烧纸悲泣，边哭边说他根本不是我以为的纨绔子弟，还说我没眼光挑了个这般差劲的，最后还被那俩奸人害死。我的魂魄飘在半空中，又气又笑。后来他还请了得道高僧散尽千金，只为让我重火。回过神时，宋洵见我一言不发，还以为我生他的气。他又不敢离我太近，怕刚才的举动吓坏了我，只能站在桌对面干着急。阿提，我刚才不是故意轻薄你的，只是想离你近些。他还想再解释，眉心打结显示他现在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我拿过茶盏，学他的样子沏了一杯茶，放到他眼前，眉眼舒展，朝他灿然一笑。宋洵，谢谢你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宋洵接过茶一饮而尽，眼睛一眨不眨地凝着我，脸上绽放出异样的光彩。阿提，你早猜到了。我点头，上次从瑞王府出来，他说那句别让他等他久。起初我一直没想明白，两是我拒绝他的求亲后，几乎和他没有往来。那他说出这句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和我一样都重生了。所以这是我主动去找他帮忙，他一下就猜到我和魏燕和离的事。那你对我是何想法？他的黑瞳紧紧锁住我，那双狐狸眼却不小心流出一丝紧张。我垂眼看了下他紧握的双拳，正想回答他，门外却响起红绫的声音：“姑娘，国公府来人，请你过府。”我和宋洵两人对视一眼，看来这戏轮到我登台了。我带着侍女和一众护卫去了国公府。一进正厅，就感受到剑拔弩张的气氛。魏燕见我进来，面露欢心，走上来抬手想拉我坐下，我又一次不着痕迹地避开。她面上的笑凝住。江提，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魏国公沉不住气，率先开口：“
阿提，你把国公府的名声都败坏了，这笔账我们还没同你算，你竟还如此不知分寸。魏母捂着心口，目眦欲裂瞪我。我差点忘了魏母被皇后娘娘叫到宫里训斥了一顿，听闻出宫时差点晕倒在宫门前，最后被婆子侍女架着上轿的。国公夫人还想再被娘娘训斥一顿。你别忘了，你还是魏家的媳妇。听到这，我忍不住笑出声。皇后娘娘都训斥了她，不就是让她识时务，趁早让魏燕答应与我和离？今日找我过来，不就是谈和离的事宜？不但不舍得放低点姿态，还想拿桥斥责我。阿提，别闹！我好不容易才劝说父亲母亲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魏燕皱眉提醒。我以为听错，眸光诧异地看他。魏燕，我今日前来定要和离，你别再对我胡搅蛮缠。一旁的沈若兰手上的帕子都快捏碎了。她察觉到我的目光，这次不再避让，眼里闪过明晃晃的怨恨。待魏燕目光也落在她身上，她又恢复了平日那娇柔的模样。我对沈若兰扬了扬下巴，她先是一怔，随后砰的一下跪在了地上。你这是做什么？魏燕大步走去想扶起她。妾不想活了，夫人是因为我腹中的胎儿要与夫君和离。她拿起帕子佯装拭泪，端地是柔弱无助。既如此，那妾就不要这孩儿了。说罢，蓦然起身推开魏燕，径直撞到了柱子上。魏母惊叫一声，又晕了过去。魏燕慌忙上前查看，只见沈若兰痛苦地紧闭双眸，额上的鲜血直流，形容狼狈。如果不是情况不允许，我真想给她拍手叫好。这戏唱得真好。我来之前就让人传信与他，让他想尽办法让魏燕与我和离。和前世一样，沈若兰还是喜欢利用自己这个未出世的孩儿做文章。我再添一把火，魏燕，答应吧。他让仆从送沈若兰回房，身体站起时微微晃了下，怔愣地看向我。阿提，我们明明不是这样的。下一瞬，他面色癫狂，用力抓住我的肩膀，垂头嗓子低哑道：“你前世分明恋慕我，在意我。哦，那前世我病重被烧死，你怎么不帮我把凶手杀了？”他陡然抬头，满目震惊。你也是。我把肩膀上的手嫌恶地拍开，眯着眼，声音如鬼魅逼近他。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挽留我？前世我可能怨气太重，死后飘在国公府上方，直到我被烧成灰烬，魏燕才来到我主院里。对了，来的还有沈若兰，她抱着沈若兰在我那被烧毁的院子前痛哭。可我一点也不感动，兴许是上一世做了冤鬼太过痛苦，我丢失了一段记忆。这次再踏进国公府大门，记忆才涌入脑中。原来我被烧死的那夜，魏燕私下问沈若兰是不是她放的火。沈若兰自然不敢认，那时她已经显怀。那之后，魏燕也只是每日装模作样去我院中吊唁我。沈若兰她没舍得伤分毫，要不是宋寻帮我报仇，我前世做鬼也得再被气死一回。可你死后，我才发觉我对你的感情。他眼尾泛红，一脸悔不当初和自我感动。我再次被他的厚脸皮惊到，刚想斥骂他，却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圣旨到。我回过头，只见圣上身边的李掌印拿着旨意来到跟前。众人不明所以跪下接旨，只有我心知肚明。这怕是宋寻心急了，
特意进宫给我求的旨。果然，圣上下旨让魏燕即刻与我和离，不得拖延。只是给魏燕的，他咬牙双手朝上接过圣旨。这下甭管他乐不乐意，都得与我和离。我拿过他落笔的和离书，头也不回地走了。余光瞥见他颓然地靠在椅上，一阵微风穿堂而过，好像听到他说：“阿提，别走。”我马上加快脚步，还吩咐跟来的护卫侍女把嫁妆一并带走。刚踏出国公府，就瞧见宋寻骑在马背上候着我，那双惑人的狐狸眼眸发现我时满是欢喜。阿提，我来接你了。在那之后，宋寻只要一下职就往将军府跑。后来我问他，陛下如何会答应他下这道旨意？他说这辈子非我不娶。我好奇，圣上哪会任他如此胡来？我可是嫁过一次人了。他毫不在意道，不答应我就去做和尚，天天在皇兄面前念经。何况皇兄现在想推行新政，世家大多反对，朝堂需要推陈出新。我拍拍脑袋，想过2个月就科考了。圣上要通过科举提拔可用的寒门士子。宋寻颔首，世家之间相互联姻，关系盘根错节，肯定不愿意今上推行新政，动了他们的利益。这次参与反对推行新政的也有魏国公。原来他那么着急进宫请旨，是怕圣上将来怪罪下来，我会被牵连。宋寻，你待我真好。我与他在将军府后花园漫步，母亲知道宋寻帮我和将军府许多，也没阻止我俩往来。那，你想怎么报答我？他一把拦住我的腰，四目相对间，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我正想鼓起勇气闭上眼，把脸靠近他时，结果他俊脸一红，蓦地放开我。见我不解，他轻刮我的鼻尖，对我眉眼一弯。我想光明正大的把阿提尼娶进门，而且刚才我已知晓你的心意。他望向我的眸子波光流转，尽是万千温柔。想起自个刚刚如此主动，不由得臊得慌。我只好主动转移话题，问他粮草的事。前日刚好收到父亲的来信，按照我给的羊皮书，这次专攻北夷的弱点打。目前战事还算顺利，只要粮草补给跟上，说不定能提前结束战事。皇兄已经批复，从长平仓那边运过去，已经给江大将军去信了。我算算路程，确实比盛京这边近。想着粮草供给上来，我爹和2位兄长就不用战死，我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下。夕阳西下，送他出门时，没想到魏燕在门口。将军府早下令不让国公府的人入内，何况都已经两清了，他还来我这作甚？魏燕见我和宋寻2人并肩出来，随即露出苦笑。江提，你我不过刚和离，你就那么急不可耐吗？我不懂他为什么还上赶着得罪宋寻，上一世宋寻可是直接把他活剐了。身旁的人冷哼出声，怎么2辈子都想被我削？魏燕神色难看，却还是不怕死地说了句：“我没犯任何罪责，瑞王殿下莫要欺人太甚。”我眼珠一转，想起一件事，凑到他跟前轻声道：“等沈若兰临盆后，记得滴血认亲。”我好整以暇的抱手看他变脸，先是煞白，随后变得青黑。魏燕双眼喷火，死死盯着我：“你这是何意？”“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要不白替人养儿。”他气得七窍生烟，
转身上马，往国公府方向急行。啧，阿提，那沈若兰真给他戴绿帽？我耸耸肩，谁知道呢？我只知道上一世我做鬼后，沈若兰还想过要下了这个孩子。如果为了诬陷我演一次戏就够了，后面还是不想留，肯定有问题。1年3月，父兄凯旋，沈若兰也诞下一子，只是听闻那孩子长得笑似他死去的前未婚夫。魏燕手段残忍，把沈若兰直接乱棍打死。至于那个孩子，生下后因为仆从疏于照料，听说也没了。我正巧准备着出嫁的事宜，听着侍女打听来的消息，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后来圣上的新政开始推行，之前有些一直反对的世家，好几个被削了爵位，就连国公府也因之前站错队被处决剔除世袭。魏燕这个世子做不成了，国公府匾额被摘，一时竟也落魄了。这场新政推行了几年，朝堂上的面貌焕然一新。圣上也给宋巡换了职务，调到了大理寺，每日忙得脚不沾地，所以我和他的2个孩儿天天只会闹腾我。这日春光正好，孩子正在不远处玩耍，日头照得我昏昏欲睡。轻微的脚步声缓缓朝我走近，那人抱着我的肩膀，让我靠在他身上。我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松木香，慢慢进入了梦乡。上门求亲，被新月的姑娘说自己是个纨绔，真是让人头疼。后来她居然嫁给了魏燕那个道貌岸然的人，那厮还在成亲那晚丢下她和妾室厮混。这种人如何配得上她？我正打算把她抢过来，还没付诸行动，有次居然在一个首饰铺子撞见她和魏燕。我从未没见过她那样的笑。魏燕不过给她戴了个簪子，她绽开的笑容宛如春花般明媚，整个人显得温软动人。这和我认识的那个英姿飒爽的姑娘完全不一样。那一刻我知道她爱上了魏燕，哪怕我把她绑来，她也只会怨我恨我。罢了，既如此，我只愿她余生皆是欢喜顺遂。可惜天不遂人愿，他的父兄陆续战死。我知道他定然万分痛苦，所以收到消息时，我即刻带上护卫去了边关，去帮他把家人的尸首寻回来。他看到父兄尸身时，当场晕厥，后来还大病一场，最后竟在病中被烧死在了魏燕台平妻那夜。我不信这是一场意外，下令让人去查。当暗卫回禀时，我几度哽咽。原来魏燕对他这般不好，那个妾室污蔑自己的正妻，他都能视而不见，何况他的父兄又战死，接连打击下，他大病一场。我真悔，为何不趁他生病直接带走？闯灵堂那日，我替他了结了那对猪狗不如的男女。我寻遍天下能人，最终一僧人告知我能摆下一个法阵，扭转乾坤，让他重活一世。阿提，再来一世，你可会选我？我与楚萧成婚那日，独守了一夜空房。礼后，我在房中坐了许久，不见新郎人影。算算时辰，宴席早该罢了。于是换了贴身侍婢青罗进来，去问问骏马爷在何处。不久，青罗进来回复。我隔着盖头见他站到我跟前，却不说话。我自掀开盖头，瞧着他嗫嚅的模样，直说：“将军，骏马爷他去了孟陵那处。”我暗暗扣起水袖里的手指。出嫁前，我早已做好被冷落的心理准备。毕竟他娶我，只是为了这个孩子，与爱情无关。
可成亲头1日，他就做下这等让我颜面扫地的事。但这一切不都是我自找的吗？我松开手指，梳洗吧。青罗打了水来，服侍我更衣盥洗。灭灯吧。我躺在床上，对青罗道。青罗正端着水盆往外走，闻言回身。可是郡主，现在灭灯的话，若郡马爷等会过来。我与他都清楚，我那新郎官今日是不会来的。灭灯？是，郡主。嫁给楚萧，是我从小的愿望。我们相识于幼时，我长他3岁，青梅竹马。从小我便认定他是我唯一想嫁之人。而当这1日如约到来，却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今日姑苏城中几乎所有亲贵都到场了，毕竟我们是国主亲赐的将军和郡主。楚萧给了我一场盛大的成亲礼，盛大到姑苏几10年来前所未有。而我和他都清楚，这不过是演给旁人瞧的，更是演给叶兰瞧的。群众散了，他也便不虚装了。次晨，我辰时便醒了。虽说楚萧父母双亡，不须拜见公婆，可我为打理生意，一向起得早。后来也惯了，到了时辰自然便醒。梳洗期间，我差人唤了楚萧随侍小厮吉琛过来。他来时，我正坐在桌前翻阅店铺送来的账簿。虽说嫁了人，我的生意却也不能搁下，这是我的立身之本。倘若将来和离了，我还要靠这些来养腹中骨肉。是的，成亲第2日，我已在想和离的事了。吉琛垂手站定。郡主、夫人，我未抬头，只淡淡问了句：将军昨晚宿在松不落？松不落是楚萧辟给那位孟玲的居所。吉琛似晓得我会问这个，不慌不忙地回我：是的，夫人。昨晚将军在宴席上饮得多了些，怕叨扰夫人清静，才去了松不落。新婚夜，夫君不去心腹房间，偏去了个伶人屋里，却说是怕扰清静。也是，这些年楚萧是秦楼楚馆的常客，这吉琛跟着他也是扯谎惯了的。我合上手中账簿，抬头道：去备早膳，我去松不落，与将军同用。我要与他约法3章，不爱，最起码的尊重和体面还是要的。我不想我的孩儿出生后要为这些遭白眼。见他不动，我问：怎么？夫人，将军他怕是起不来这么早。我站起身：无妨，我去唤他起来。一路上，小厮丫鬟们都毕恭毕敬地唤我夫人。可我知道，只要我走远，便是不尽的闲言碎语。这些闲言碎语，我这些年听得太多了。18岁那年，父亲和楚萧的父亲一道战死沙场，国主为了安抚，赐我2人郡主和将军的头衔，也赐了婚。想想，已是7年前的事。3年守孝期满，他却绝口不提迎娶。那年我21，岁数已属实不小。虽说从京城远来姑苏，但赐婚仪式也是通城知晓。婚约迟迟不履，加之他棉花素柳的花花公子形象，流言蜚语满城尽走。就这样过了1年。1年后，他的母亲病故，又是3年守孝期。古人云：夫君子之居丧，食指道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而楚萧在服丧期间，秦楼楚馆，文人雅集，从未间断。于他而言，守丧仅是拖延婚期的借口罢了。
其母守孝期将满。我在一次外出途中，阴错阳差地寻回了失散多年的胞妹叶兰。自此，我自欺欺人的梦也彻底碎了。这些年来，我为楚萧的步履婚约，寻了千般理由万般借口，唯独不敢想，他是因为不爱我才不娶我。直到叶兰的出现，才叫我意识到这点，确切说是肯承认这点。我来到松不落，一步未歇，竟往寝室，站在门前，示意吉琛敲门。他定是十分为难，敲醒了熟睡的楚萧，他会发难；不敲，我亦饶不了。兴许觉得两害取其轻，得罪了楚萧，总比得罪我这个新来的女主人好些。还是上前敲响了寝室的门，未几，门徐徐敞开。孟九见到我，忙躬身行礼：“夫人。”他改口道是快：“将军呢？”孟九身形未起，垂手间微侧目瞧了眼里屋，将军还未起身。我不再睬他，径自进屋。孟九自不敢拦我，垂手立在一旁。吉琛似是想拦，微探身，又立时收住。桌上置着两三个酒瓶，屋里却没多大酒气。床上的楚萧睡得还熟，我欲叫醒他，竟又有些不舍。混沌间，我似忘了他在我们新婚夜醉着宿在旁人屋里，让我丢尽颜面。恍惚又回到那几日，我与他在郡主府同住同寝的那几日，可在他眼里，那时的我却并不是我呀。我瞬间清醒，回身步出房间，到门口时对吉琛道：“告诉将军，我与孟玲在厅中等他。”我既如此说了，孟九也不好告退，随着我来到厅中。他是个识趣的，我不出声问，他也不会多嘴解释一句。孟九是城中戏园的红伶，虽是个男子，却比女子还要美上几分。那戏园共有6位当红幽灵，可楚萧却独对他不同，每往戏园，只点他一人相陪献艺，因此上没少受坊间编排，说他断袖之癖，龙阳之好，男女通吃。我既是他未婚妻子，免不得会被这些编排殃及。而这孟九，我此前也接触过几回，实话说，倒不似个美色是人的主，言行举止间颇有礼数分寸，甚至还有些才情气质在身上。他本居在戏园里，数月前，楚萧的一个死对头醉酒闯入他房间，欲以羞辱他来折辱楚萧。幸而楚萧及时赶到救下，之后便将他带回了将军府。我之所以能容他，只因我晓得，我与楚萧之间的隔阂，实则与他无干。没有他，我们之间也不会亲近半分；没有他，楚萧的风评也不会好上半分。楚萧来到厅上时，还未完全清醒，落座后扶额皱眉，一副宿醉未醒态。他抬眸看看我，娘子醒得颇早。我一向醒得早，何况昨日那般早便睡了。闻言，孟九拘谨的脸上微微变色，楚萧却无甚反应。确实，我与娘子的起居时辰本就差得多，看来以后是要分房睡了。我暗咬住后槽牙，水袖里的手指紧紧扣起。新婚第2日，他就在一个外人面前说日后都要与我分房睡。成婚前，他都不曾这般如我，如今竟连貌合神离都装不出了。我立时抬头向下手的孟九望了一眼，孟九会意，起身告退。楚萧倒也未拦着，
他离开视线后，我直言问道：“在一个外人面前说这些，夫君将我的脸面置于何处？”楚萧揉揉眉心，孟九日后要在府内久居，在他面前还需装，我累。也是，他在宾客面前装，给足我面子。因他们只来这一日，只需演这一场。而与孟九和那些下人，是要长长久久生活在一处。在他们面前，能装3日5日，能装3年5载吗？即便你不愿装，可不可以少说2句，保留我的体面？我既嫁过来，成了你的妻，就算做不到相敬如宾，你对我也该有最起码的尊重。楚萧脸现不耐，昨日那么盛大的成亲礼，不够体面吗？夫人还想要什么体面？昨日，我冷笑。昨日新婚夜，你不来我房中，却去了，叫下人们怎么看？楚萧叹口粗气，似泪极。吉琛不是与你解释了，昨日我醉得厉害，夫人又有孕，我怕累着夫人冲撞了胎儿，这才没过去。若是如此，你大可回自己房间休息。来孟九这，是怕旁人没得议论。楚萧不屑地冷哼一声，我做与不做，也不见旁人少说半句。他斜睨我一眼，夫人若不堪这样的流言蜚语，又何必嫁我？我极力克制心头的委屈。我已经嫁与你了，你现在来同我说这些？楚萧望着我，那夫人觉得我该与你说什么？今朝吃得可好？昨日睡得可香？我幽怨重重地瞪向他，一时语塞。我们一句顶一句，态度愈说愈恶劣，根本无法好好交流，更莫说心平气和的约法3章。楚萧不耐地叹口气，我宿醉未醒，没有胃口，夫人慢用吧。我收拾情绪，望着他的背影冷冷问道：你去何处？头疼，出去转转不行吗？可以。我起身，我只想提醒你，今日邀了叶兰他们来帮忙整理昨日的贺礼，你这个主人家最好在场。楚萧这才止步，皱眉回首。他们？是啊，我的表兄弟们，还有那位薄少侠。薄言，叶兰的意中人。楚萧快步退回我跟前，怒目切齿。你故意想让我不痛快？我用丝帕试了试他喷来的口水。将军误会了，我当然只叫了叶兰，但那位少侠和叶兰形影不离。叶兰来，他自然也会来。难不成将他一个客人独留在郡主府？楚萧瞪了我许久，转了话头。府内自有下人，用得上主人客人去做这些事。我淡淡一笑，自然用不上。但我与妹妹才相认，便出嫁了，本没多少日子相处，与表兄弟们平素更是难见。借着成婚，好容易聚在一处，只想着多联络久违的亲情。望将军成全。楚萧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但我说的真情实感，他也挑不出岔子。楚萧勉强扯出个笑来，我就在院子里转，人来了叫我，转身去了。我面上的清冷，话语中的咄咄逼人，定是将他气到了。可我心头隐隐的坠痛，他又如何知？因为家教的缘故，我自小性子便比旁的女子刚硬。这些年打理生意，又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做派，不会说软话，不会示弱。即便在我心爱之人面前，也总端着一副架子。所以，当我终于说出爱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竟是难以置信。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失败。
江南头号连锁商铺的当家人又怎样？国主亲封的郡主又怎样？我刻在心底20几年爱狠了的人，竟说他从来不知。我坐回椅中，面无表情地夹起一只兜子，phủ抵唇边，胃里一阵翻腾。我并不排斥孕反带来的苦楚，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觉着自己同其他女子也没什么不同。平素在雷厉风行，怀了孕依旧会有孕反，就像我性子再如何清冷刚硬，被心爱之爱伤了，依旧会心痛。大约40，叶兰带着她的心上人，同几位表兄弟一道来了。那是个江湖侠客，气宇轩昂，同我那落拓风流的夫君自是不同。可我那夫君少时，也曾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小将军，他爹爹是云国有名的大将军，我爹爹是他爹的军师幕僚，因此我们自小便时常玩在一处。楚萧在将军世家长大，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下，年少便已是英武不凡、恣意张扬的小将军。虽面貌过于俊美，却绝不失男子英气。数次随父上战场后，在京城和边境也落得小小威名，在我心中更是早早生了根。我心目中的小将军，我唯一想嫁的人。可自从父辈战死沙场，我们迁来姑苏，一切都变了。楚萧看到叶兰，眼底闪过欣喜，夹杂着悲痛。但见到他身旁的男子，两种情绪霎时敛去了。我们一行来到库房，整理昨日的贺礼。在我的兄弟姐妹面前，楚萧倒是又愿装了，虽未装出什么恩爱有加的画面，至少是琴瑟和谐。只是我无从分辨，那是装给他们瞧的，还是独独给他瞧的。很可惜呀，叶兰浑不在意。意中人就在身旁，哪个还顾得你秀不秀恩爱？说不得，他还会为了姐夫终于对姐姐上心，而替我感到欣慰呢。楚萧终于不再往他身边贴，难得的克制住自己。可即便行为克制得住，眼神却总忍不住向他瞥去，表情随着他而变化，就像他曾经肆无忌惮爱他、靠近他的那些日子一样。叶兰认祖归宗的时候，正赶上岁时。除夕那夜，楚萧如以往那样来郡主府守岁，这是他母亲的要求。我们虽未成婚，但年节还是需走动。他母亲在时，都是我去将军府；他去世后，我们便来回串门。叶兰自小养在江湖门派之中，身上总带着江湖气，洒脱活泼。楚萧初见时，便表现出对他的兴趣，但叶兰却对他放荡不羁的性子颇为嫌恶。对此，我并未太搁在心上。毕竟楚萧平日对谁都是这副浪荡模样。可这次我错了，他真的爱上了叶兰。我不知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我只知他为了她，竟恢复了几分从前意气风发的影子。那时我才恍然，楚萧爱一个人，原是这番模样。楚萧的克制到底没坚持多久。当夜我让叶兰留宿，陪我待一待。因他说一人在府内无趣，商铺又不需他帮忙张罗，要回山门待一阵，使起搁下许久的功夫。这一走，归期无定。我希望他在走之前再陪我几日。我们直聊到子时，眼皮困得打架，才放他回客房。也不指望楚萧会来，自顾洗漱安寝。刚躺下，便闻一阵急急的叩门声。夫人，夫人睡下了吗？青罗又扶我起身。何事？
那人推门而入，是方才我遣去送叶兰的婢子。夫人，将军和兰姑娘在院子里起了争执，不知怎地，我心头一阵闷气袭来，胃里翻腾。青罗见状，忙拾起脸盆过来接着。我摆摆手，更衣。才进后院，就见同样留宿下来的伯言，一手护叶兰在身后，一手执剑与府兵对峙。楚萧坐在府兵身后的石凳上，手捂胸口，眉宇微蹙，似被人当胸给了一掌。一旁的石桌上摆着一个酒瓶，此情此景，大抵能猜出发生何事。我遣散府兵，安抚叶兰和伯言，随后将楚萧带回房间。伯言临走时，还与我留了句话：夫人，烦请管好将军。再发生这等事，纵你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惧。叶兰替我说了几句话，拉着怒发冲冠的伯言去了。楚萧回到房间，一直在咳。伯言击他那掌并不重，但他自被废武功后，身子较从前弱了许多。我倒了杯茶给他，他一饮而尽，自己又续了一杯。酒喝得多了，口就会干。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我站在他身侧，淡淡道：将军累了，先休息吧。有什么话，明日再说不迟。楚萧冷哼一声：夫人好耐性，不是一早就憋着瞧我笑话呢？现下该验收成果时，怎么就忍得住？明日再说了。我垂眸睨着他，他大抵觉得我邀叶兰他们来，又留宿，是故意刺激他，瞧他的反应，以此来讥讽他。他见我不接话，抬手看向我：为何不反驳？我说中了。我无法反驳，因我清楚自己心里确然含着几分这般心态。茶杯顿在桌上，他倏然起身，轻捏住我脸颊，与我近在咫尺。这是他第一次因我是我而靠得这般近。我的心可笑地狂跳了2拍，可他眼中却满是怨愤。叶莲，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我方才也是这么看着兰儿的。但看着看着，他的脸突然变成了你，就像现在我看着你，恍惚间也看到了兰儿的模样。他苦笑着：你那换药当真厉害，即便现在药解了，我也再没法真真切切地面对你们2个。他说的换药，是我在一个异域商人那处得的，和血掺入酒中服下，会令服用者酒醉昏厥。醒来后，将血的主人当作自己心爱之人的模样。此物仅限心爱之人不在跟前时，方可使用。无解药，当见到心爱之人本尊，幻觉方解。若本尊再不出现，将永生无解。初初听时，甚觉荒唐。莫说世上当真会有这般邪门的东西，即令真有，当事人处于幻觉，其他人却还清醒。此举不过掩耳盗铃。可我当下还是鬼使神差的将那药买了来。几月前端午节，楚萧在戏园设宴，我带了叶兰同去，却在席间因商铺事务去了他城。楚萧在送叶兰回府途中，遭死对头偷袭。2人本就积怨已久，上次为救孟九，楚萧又将他好一番收拾，积怨更深。好容易碰上楚萧落单，岂能轻易放过？他见楚萧对叶兰极为上心，便以他为质威胁。楚萧为了叶兰，甘愿被穿琵琶骨。管家使人来报我，我心头重重一击，顾不得生意，紧急赶了回去。回府见到的第一幕，是他虚弱地站在房门口，
面上是极致的痛楚与绝望。他在偷听屋内人讲话，我不知他听到了什么，只是从未见他这样。那一刻，我心底的痛楚不亚于他几分。他失魂落魄地离开，我差人远远跟上，自己走到房门前。屋内是叶兰在和他师兄弟讲话，他见到我，满脸歉责悲伤，而我只揉揉他的头，轻声安慰：“这不怪他。”我心中的悲痛、嫉妒、怨怪，早在来路上已消减大半。至于楚萧方才那样，大约是听见几人商议着去救叶兰意中人的事。叶兰很讲江湖义气，楚萧为他如此，他自觉该予以照料，又心系意中人安危，两相为难。我听了始末，心思百转千回。最终，我鼓励他遵循内心。我认他回来是要弥补他这些年所吃的苦，并不是为安他枷锁，禁锢他的天性。至于照顾楚萧一事，做姐姐的可代劳。我与楚萧本是未婚夫妻，此举甚为合理。叶兰千恩万谢后，欣然离开了。她走后，我并未急着去寻楚萧，而是自顾回了书房。这几步路，我却走得万分纠结，万分挣扎。傍晚，我端着食盒来到他房门前，心底不由自主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慌张。直到听见楚萧与我说的那些话，我知道要起效了。没错，我终是用了那幻药。我亲见楚萧那凄凉神态，若知叶兰已走，又会如何崩溃？就像五弹散一样，明知会遗留后症，只要当时止痛，也顾不得许多了。于是楚萧将我当作叶兰，与我有了夫妻之实。此后，我拼命学着叶兰的模样，与她相处。我们日日厮磨在一处，胜蜜糖甜。在我心里，终和我的心上人在一处了；在他眼里，终和他的心上人在一处了。楚萧许是真的不能盯我太久，渐渐松开手，将我推在一边。晚上一番折腾，我本就疲乏，他这一推，我脚下不稳，踉跄着跌在椅上。见我跌倒，楚萧也有些慌，栖身过来扶我。我却怨对着推开他。我腹中胎儿才2月，尚未坐稳，虽知他并非故意，也不免生恼。楚萧见状，神色柔和下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没出息。”见他态度软和，也恼不起了。楚萧见我无碍，转身欲走。我收住情绪，拦下他：“将军今晚还是留宿吧，免得在因院子里的事闹出什么误会。”楚萧回首，予了我一个满不在乎的表情，似在告诉我：“你瞧，我是怕误会的人吗？”于是我又接了句：“将军自己不怕误会，也不怕殃及妹妹。”楚萧嗤笑一声：“你怎知我不想要这样的误会？你竟还未死心？”楚萧的眸暗下去。夫人说笑了，我的心早就死了。他盯着我的脸，一字一顿地说：“死在那6日后。”看着他冰冷的眸，我的身体也越发冰冷。我来姑苏后最快乐的日子，于他而言却是噩梦。怕事情穿帮，我叫所有下人院外侍候，无诏不得入内。将军府来送衣饰用具的小厮，也一应院外交接，但终究还是败露了。我知迟早会有这一日，却不想竟这样早。6天，这种虚假的甜蜜，也只维持了短短6天。我多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甚至奢望楚萧能渐渐发现那是我，不是叶兰。
在他发现已经爱上那个人的时候，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知晓真相后，对我表现出的排斥和恐惧，不敢看我一眼，因为那时在他眼里，我还是叶兰的模样。直到婚前不久，叶兰回来，他上门送聘，见着他本尊，之后见我才是我。我瘫坐地上，与他说了事情原委。他质问为何要诓他耍他，我淌着泪向他解释，我是怕兰儿走了，你会伤心，加剧伤情，迫不得已才。兰儿走，还不是你授意的？楚萧离着我远远的，怒吼道：“我为了他被刺穿琵琶骨，武功尽废。他说过会对我负责，若我无法恢复，他定会照顾我一世。”我喃喃道：“可兰儿爱的是别人，你为何定要强留他在身边呢？就算他为了报恩，照顾你一世，可他的心也永远在旁人身上。”楚萧慢慢走过来，俯视着地上的我：“那我爱的也是别人啊，你又为何要强求呢？”我抬手看向他，满布泪痕的脸让他一愣。他别开脸，如果你可以接受，只要在我身边就好，不论我心里是谁，那我也可以。说完，拂袖而去。其实我能理解楚萧的愤怒，武功被废后，他的自信、潇洒、骄傲全都不见了。直到晓得叶兰的心意，才重拾希望，全身心寄托在叶兰的爱里。最后竟发现一切都是假的，自然晴天霹雳。而我对他的爱，他竟也是在那日的争吵中才知晓的。我爱了他20几年，他却说他从未感知。许是我这些年养成的清冷孤傲的性子害了我吧。当年爹爹战死，我们迁往姑苏，娘亲自妹妹丢后，日日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日下。闻得爹爹死讯，他悲痛不已，更加剧了病情。长途跋涉的艰辛，加未曾和缓的伤痛，累得他病故在途中。18岁，我没了爹，又失了娘。楚萧母亲瞧我可怜，提议我搬去与他们同住，我却一口婉拒。因爹爹曾说，女儿家要有自己的主意，凡事不可太过依赖他人。国主赐了我们府邸和一些财产，我想靠这些自己闯一闯，将来嫁去楚家，才算配得上他。可正因我独立的性子，失了与他培养感情的契机。后来生意开遍江南，席不暇暖，更顾不上与他滋养感情。我只一心傻傻地爱着他，痴痴地等他娶我，却不想他压根不知我的爱，更不爱我。后来甚至爱上旁人，我后知后觉，却委实太晚。大半月后，我诊出有喜，一时不知所措。我把自己关在房中1日，思索良多。回溯那几日里，楚萧将我当作叶兰与我说的话。那时我故意提及婚约，楚萧解释说，他既不爱我，便不能胡乱娶了我，奈何是赐婚，轻易解除不得。那时他还未爱上任何人，也不见我对谁倾心，索性一直拖着变了。直到遇到叶兰，楚萧遗憾地说，若当初叶兰未走失就好了，不然被赐婚的就是他和他。确实，我长楚萧3岁，叶兰却和他同年出生，年龄相仿。只因他幼时走失，婚事才落到我头上。楚萧还说要奏禀国主，叶家2女儿已寻回，请他将赐婚对象换成叶兰。若那几日与他一处的真是叶兰，他铁定就那样做了。
那番话刻进我心里，像埋得密密麻麻的蜂尾针，酥酥麻麻，又隐隐作痛。想着想着，我就倦了。怀孕果然是睡。我倒在榻上，昏昏沉沉的，泪水无声，密密而出。我不否认，直到现在，我仍深爱楚萧。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爱，极难抹杀。那是要剥开你的皮，剔除你的肉，再从骨子里磨掉，谈何容易？所以听到有喜，我的第一反应是欣喜的。可这孩子来的方式，以我的脾性，断不会以此迫他与我成婚。他对我没有爱，现在或许还生了恨。奉子成婚，对他、对我、对这个孩子，都是不幸的。若我对他的爱少一些，再少一些；若我对他能像对生意那般清醒果决，定会决绝地拿掉。我手书了封信，信中只4字：玉玺叶莲，遣青罗亲去将军府，且定要亲自交到楚萧手中，这样能将知情者降到最少。若他不愿负责，便当一切从未发生。届时他上表退婚也好，去追寻叶兰也罢，再与我不相干。只等了3日，他才回信：你定了婚期。楚萧定定走过来，与我咫尺之间。我的模样真真切切地映在他眸中，却永远印不进他心里。叶莲，那是以后你认为我还有可能和你同床共枕而眠吗？他自嘲地笑笑，因为你，我甚至都快害怕女子了。我颤抖着双睫问他：所以你昨日干脆睡去男人房里了？是，又如何？他刀斧般的眼神告诉我：我不爱你，任我睡在谁的房里，又有什么干系？次日，叶兰走后，楚萧发了一阵脾气，将书房清理了一番。他自从武功被废，脾气便越发大了。从前的英姿飒爽，如今全变成了消极颓唐。我听禀后，恍似未闻，只叫他们如平日处理。我想通了，既已嫁来楚家，伤感悔恨皆无益。毕竟是我自己选的，若成婚才2日，我便郁郁寡欢，或是与他闹得鸡飞狗跳。未来长长久久的日子要如何过？但自要1日未合离，我们都需在同一屋檐下度日。于是还需与他约法3章。既然无法心平气和的交流，那便书面言说。他看后回了个可字。此后他的事我不再多闻多问，任君自由，两相静好，2人皆落得轻松。即称他们自小由楚萧母亲培养，处事井井有条，家事上不需我分心太多，我便将大部分心思仍搁在生意和养胎上。楚萧依旧成日不在家，在家的日子偶尔来我处看看孩子。或许我们都不想再争吵，见面话极少，也算相敬如宾。夏去秋来，秋去冬来，转眼半年，我腹中胎儿已有6个月大。一日，忽有几名衙差上门，要拿楚萧，说他通敌叛国，与清国人有所勾结，要拿他下狱审问。真是荒天下之大谬！清国与我有杀父之仇，你们说我与哪国勾结，都比说与清国勾结更能取信于人吧。楚萧负手立在众人面前，反驳道：将军说的是，不过有人举报，我们也不能不做事啊。听到有人举报4字，楚萧脸色微变。烦劳将军与我们走一遭，将事情说清，你我都好办。
为首的差役拱手说道，话虽还客套，语气却生硬，不容拒绝。楚萧眯着眼，我若不去呢？将军莫要让我等为难。那人手一挥，身后几人已摆开架势。我在一旁瞧着，这几个官差平素都对楚萧毕恭毕敬，今日敢这般讲话，定有高位者授意。楚萧若执意拘捕，便会落得殴打官差的罪名；若随他们同去，被有心人瞧在眼里，再打听出些什么，传将出去，这通敌叛国之罪，怕是不时也时了。果然，几日后，噩耗传来，楚萧通敌叛国一事证据确凿，3日后押解京城，受审定罪。我挺着6个月的孕肚，四处为他奔走，我不能让他有事。如今我已是他的妻，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他被套上通敌叛国的罪名，那可是灭门之罪。我不能让腹中这个还未见人世就随我一尸两命，更不许他成为罪臣之子，一辈子背上骂名，抬不起头。可事情远比我想的更为艰难。平日与楚萧称兄道弟的世家子弟，竟没一个愿出头帮他，个个缩在家中，见一见我也是不肯。我的头衔，我的家业，我的钱财，在此刻一文不值。冷静下来，我倒能理解，通敌叛国与犯上作乱是诸罪之首，任你多大权威身份，亦要有多远躲多远。但凡沾上一点，动辄灭门诛族。在我无计可施之际，一个中年男人突然找上我，确切说是找上孟九，再由他引荐给我。1日夜里，我坐在楚萧的书房思索良策，青罗进来禀报，孟九求见，说他神色着紧，还带了个男人来。这些日子，孟九同我一样，四处为楚萧奔走，可那些人连我的面子都不肯给，遑论是他。以往对他所谓的尊重吹捧，也不过是瞧在楚萧面上。如今楚萧锒铛入狱，谁还能与他半分好颜色？但3教9流之人，说不得有什么旁门左道，忙传他进来。他带来的人身形高大，面容黝黑，虽身着云国服饰，但我做生意多年，见过不少外来商贩。这人形貌一瞧便知是北方倾国人，我眸中闪过一丝警惕。果不其然，他到跟前，先向我行了一个倾国礼，看来并未打算隐瞒身份。我便也开门见山：“你是倾国人？夫人好眼力。”我倏然瞪向孟九：“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居然还敢带倾国人入府？怕将军通敌叛国的罪名坐不实吗？”我确实急了，气血上涌，脚下一虚，向后跌去。青罗扶住我：“夫人，切莫动怒，小心胎儿。”孟九则直接跪了下去，趴在地上道：“夫人。”孟九不敢，抬手看向我：“这人是将军让我带来的，他能救将军。”我看着他焦急的神色，略略缓了面容，由青罗扶着坐下。“将军，他在狱中，如何安排你带人来？你先起来吧。”孟九起身解释道：“昨日我去狱中探望将军，他让我去东华巷巷尾寻这位卜儿树先生，说他可以救将军。”我半信半疑，但因我自楚萧被拘至今，尚未去探视过他，对孟九的话暂无法判断真伪。那倾国人突然开口：“夫人，莫要怪责孟先生，在下却是来营救小王子的。”
我闻言微惊。小王子，你指的是楚萧？倾国人点点头，随后讲出一段故事。22年前，倾国国主府登基，内乱不止。一次狩猎，遭遇政敌伏击，贴身侍卫和刚产子的王后均遭屠杀。国主便带着刚出生的婴孩逃亡，一路南下，经过姑苏郊外，遇上一孕妇遭人打劫，顺手救下。那妇人却因惊吓早产昏厥。丫鬟方才自报家门，意图恐吓那贼人，被国主听去。那妇人乃是大将军楚烈家眷，楚烈威名，倾国无人不晓。国主心生一计，当下将怀中婴孩与楚烈之子调换，如此，即使自己被抓，亦能保住孩儿。若得能脱险回归倾国，再来寻回不迟。话说到此，已十分明了。楚烈仅有一子，便是楚萧。那被倾国国主调换的婴孩，只能是他。我迅速消化了一下，逆向孟九。将军让你去寻他，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孟九摇手，似乎不知情。卜儿树则回道：是的，夫人。7年前，在京城，楚烈将军死后，我等已到过将军府，与小王子说明，望他与我等同归故国。我皱眉，你是说7年前楚萧就知道这些了？卜儿树颔首，只是那时小王子不肯。之后，我等随小王子一道来至姑苏，又去找小王子说相，奈何他仍旧不肯。我心头暗讽，若真心待他归国，儿时如何不来？怕是打着留他在云国，另有后用的主意吧。我等也不好强求，只叮咛他，若改变主意，或遇上险阻危难，可来东华巷巷尾寻我卜儿竹。我依旧将信将疑。我如何相信你的话？夫人若有疑，大可与小王子确认一番。确实，我也该去看看我那夫君了。我知道了，一切事宜，待我明日问过将军再议。我朝向孟九，孟九，好好安顿这位先生。孟九机灵，清楚我的意思，将他带去了松不落。一来方便监视，二来有了消息，也好第一时间相商。是夜，我彻夜未眠，辗转反侧，忆起楚萧自来姑苏后的转变，和他这几年的荒唐，原来竟另有因由。我本以为他的自暴自弃，仅仅源于对国家的失望。当初父辈被倾国绞杀，死无全尸，楚萧义愤填膺，是要复仇，便立时以将军府名义上表请战，得到的回复却是此战云国削精减锐，兵尽粮绝，无力再战，望卿切勿再提此事，以免复挑两国争端。为安抚我们及其余主战兵将，与了我2人将军和郡主的空头衔。属地姑苏，王上旨意，臣下不得不遵。于是守完爹爹和楚伯伯尾妻后，梁府举家迁往姑苏。此后，楚萧便似变了个人，弃武从文，也成了秦楼楚馆的常客。从一个威名远播的小将军，成了人人唾弃的花花公子。姑苏城中人未见过他杀敌英武模样，只听过传闻。见他如此，均认为传言不实，太过夸大，或是认为借他爹爹大将军之光，才赋予他小将军的空名头。只有我知道，从前的他是何等雄风。只有我坚信，他的斗变是因对国家彻底失望了。
云国在南端，一向重文轻武，兵力孱弱，而清国割据北方，称雄草原，人人彪悍骁勇，故而云国国土虽数倍于那清国，武力却是他萧我攘。正因如此，云国须年年向清国朝贡称臣，清国更是不将云国贡女当作人看，即连嫁娶联姻的公主郡主也当作低等民，动辄打骂折辱。楚伯伯一干悍将，自是不甘屈服他国西夏，多次劝谏王上休养国息，练兵屯粮。若那清国再行羞辱，便出兵与他战，直到清国将一个联姻公主折磨致死。云国武将实在忍无可忍，联名上书请战，却在山谷遭遇埋伏，前后夹击，断首断尾，最终落得全军覆没。云国国主却将这一切怪罪到楚伯伯头上，说他当初本不同意，但楚伯伯坚持主战，还立下军令状，此战必胜。如今全军覆灭，使得我国本就孱弱的兵力又削减大半，将军百战死，君王一言毕。我晓得楚萧定是为此伤透气急，对国家国主失望透顶，才会干脆以自暴自弃来麻痹自己。如今方知，令他彻底改变的因由远不止这些。翌日，我带了吃食去狱中探望楚萧，这也是他下狱以来我头回探视。我不想让孩子沾染上这里的煞气怨气。楚萧的罪名是通敌叛国，按律不允探视，但姑苏毕竟不似京城森严，再使些银子总进得来。不出所料，楚萧被动过刑了，头脸身上满布伤痕。严寒冬月，身上只一件被打得破烂的囚衣。我的心脏绞痛一阵，慢慢走进牢房，坐在桌前。楚萧坐在对面，正没事人似的拍打双腿。见我来，斜斜一睨：“夫人来了。”语声轻快。下一瞬，眼底却掠过惊讶，大约是没想到我几日不来瞧他，来之后的第一句竟是要与他和离。将军，我们和离吧。我淡淡道。他倏然看过来，沈笑一声。当初你千方百计地嫁给我，我当真以为多爱呢。如今我落难，不想着如何救我脱险，甚至瞧都不来瞧我一眼，竟想着与我撇清干系了。我垂手抚上高隆的腹部。将军别怪我，我爱你，愿与你同生共死，可我不能让我们的孩儿受父母拖累。楚萧起身走到我跟前，步履有些蹒跚，似是牵动伤口，痛了。我下意识颤颤眼睫，他起身捏住我下颚。你想我与这孩子断绝关系，这万万不能。楚萧捏我的手，并未如何使力。我挥手弹开他，站起身。楚萧，你是通敌罪，当知此去凶多吉少。若你真为这孩子好，就与我和离。楚萧趴在桌上，无话反驳，良久才起身憋出个好字。我拿着他写好并盖了手印的和离书，缓步走出牢狱，在回程的马车中将衣衫整套换了，毕竟晦气。临走时，我塞给牢头一些银子，托他给楚萧请个郎中，置些保暖衣物。毕竟将他冻坏冻死，无人交往京城，他们也没法交差。回到府中，我竟网松不落，商议营救一事。狱中隔墙有耳，我进门就向楚萧示意了，他才与我演了那场戏。楚萧过来靠近我时，我低声问他：
卜儿竹来过了。他说的是真的吗？楚萧眨眨眼。然也，可信。卜儿树不愧是倾国人，久为细作，极好谋略。不几时，已商议出一套严密的营救攻略。时间紧迫，敲定好后，他急去落实。我将孟九留下，向他问道：“孟九，楚萧的事，你此前究竟知道多少？你与将军如此亲近，可莫说他身世之事，你毫不知情。那举报之人，该不会是你吧？”孟九见我满目冷厉威严，起手而回：“夫人明鉴，孟九对将军绝无二心。将军与我有知遇之情，救命之恩，孟九万死难报一二，断然不敢出卖。”我垂手逆着他，起来说话。孟九说：“楚萧的身世，他确然毫不知情。若他所言非虚，那楚萧却将身世藏得极深。我不知，孟九不知，叶兰大约也不知。7年，楚萧未曾踏足东华巷，他始终将自己当作云国人。可血脉这东西是天定，再如何排斥，也改变不得。一面不愿出卖养父，一面又无法效力生父，干脆做个闲散公子，远离政治烦忧。这也便是他自暴自弃的另一因由吧。营救如期进行，且出奇的顺利。押解途中，突遭一波黑衣人劫囚。打斗中，楚萧身中倾国的乱箭而亡，身首异处，头颅焚毁，只剩一具无头躯干。认识那日，我这个未亡人抱着他的尸身，哭得凄惨。我当然晓得楚萧未死，他早被李代逃疆，这不过是计划的一环。可令我未想到的是，谋划时他们只说找个与他身量相当的男子冒充。我也未多想，倾国人重情义，为救小王子，总有下属甘愿赴死。不料当日为楚萧替死的却是孟九，原来他已早做好替死准备。我不知是为找到其他身量相似之人，还是怎地。我哭成那副惨样，自然也不是为他，而是我真的要离开楚萧了。探狱那段却是做戏，也是我真心为之。那封和离书是我真心想要的。楚萧被救后，自然随他们前往倾国，而我不愿去。我是云国人，即便国家再不堪，依旧是故土。爹爹为了他，甘愿马革裹尸，忠君爱国而亡。我不能让我和我的孩儿成为叛国之人。在云国眼中，楚萧为倾国所杀，我自会引倾国为敌，兴许还会将这仇怨传给子子孙孙。他们何乐不为？断不会来与我为难。何况我早与楚萧和离，为他守过尾期，已算仁至义尽。此后我仍是咸岳郡主，江南头号连锁商铺的当家人。纵使被嫌曾是下堂妇，无人愿娶，一生也不愁生计，反而乐得逍遥。横竖我已嫁过，嫁给了自己最爱的人，即便结局不善，也不悔。那日我其实去了现场，远远看着他们实施计划。行动前，我将一封信交给孟九，嘱托他离开边境，再交于楚萧。孟九神色疑惑，片刻后明白过来，向我行了长长一记衣礼，自去了。那时我还不知他要以命报恩。对于他这等三教九流之人，我一向最是瞧不上，如今倒实打实佩服他的忠勇。我相信他定会将信妥善安排的。
看着楚萧骑马远去的背影，身体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连皮带肉的被剥离，既疼痛且畅快。去吧，我的小将军，也许倾国的高山草原才是属于你的地方。回府路上，我与他过往的一切在脑中闪过。我们之间没有相爱到不爱，或是移情的念，一切只源于我们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产生的执念。我忽然想起妹妹曾提过的一个词——恋爱脑，说的大约就是我这样的人吧。就让我那些可笑又可悲的痴情，随着被马蹄溅起的尘土，留在这广阔天地间吧。